哎，干嘛的？来开会的。开会？你谁啊？我小啊。你小？对，我小啊，魏小李的小啊。那里面已经有一个小了呀。哎，这谁敢冒充我啊？我看看。Hello， Are you okay？ 人家一款车1个月卖1万多，供不应求。你呢？我一共1万多。这里面坐着的，一个课都2、3万、4、5万，你卖1万多，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哦。请回吧。哼，今天的我你爱答不理，明天的我你高攀不起。莫欺少年穷，带我。哎，慢点，大哥，慢点些，新些，哎。又来了，能进吗？进不了。这个能不能进？不够，里面那个小已经2万多了。这个能不能进？能进，走小门。那这个加这个能不能把这大门给我开了？敢问大哥何方神圣？鄙人小。和小鹏 P7 相比 ，P7 家的价格不仅没有增加，反而大幅下降，同时尺寸有所增加，设计也更加复杂。看到这尾灯，就像看到了星光。你是指它的设计宛如来自星空，堪称未来之光吗？对啊。之前网上看这车的图片视频，基本上都选了那个20英寸的轮毂。原来这18英寸真的是不显大，而且整个轮子缩在车身里面，有种以小博大的美感。但大轮毂爆胎的概率更高啊，但小轮毂变丑的概率是100%呀。说的也是，6000块轮毂大2号，加通换米其林，哎，说起来还挺划算的。还有这车尾为什么要分2层呢？我估计是为了兼顾风阻和空间。那这小鹏的空间它大吗 ？P7 家的后排空间确实很大，地板全屏，坐垫长度和腿部空间同级领先，椅背大范围电动可调，头顶空间随靠背角度变化，从1拳到1掌不等。不到20万的电动轿车，这坐姿，你就说还有谁？确实没谁，比那什么 Model 3 E8 Z10-007速7都要大。还有小鹏 P7，哎，它轴距比 P7 加了很多吗？2毫米。那空间怎么差这么多？座舱上下更高了，左右更宽了，前后更靠近车轮了，所以就长成这样了。你就说大不大吧，又好看，后排就会小板凳啊。但汉和海豹不会呀。但它后备箱大呀。P7 家的后备箱确实很大，不仅容积大，掀背的开口也很大，放倒几乎全屏，下层暗藏乾坤。凯迪拉克车主应该很喜欢这车，是因为能泡脚吗？我喜欢。除了空间，配置也是 P7 家的一大亮点。它的内饰和G6、M03类似，都是简洁明快的风格，大面积软包，配置也非常高。顶棚是超纤绒的，气囊是7个的，4张座椅表面都是 Nappa 真皮的，里面都是有加热通风按摩的。车机是 8295P 的，无线充电是双50瓦的，音响是20扬声器 7.1.4 的，氛围灯是超亮的，后视镜是流媒体的，后排是带触控屏的，空调是带香氛的，而且还是罕见的手动出风口。哎，等等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没说这车是哪个版本的？最便宜的长续航。那你看，但所有版本配置都一样，支架也是全系标配，不同版本只有续航和动力有区别。哎呦，这是逐渐特斯拉化了。那毕竟之前吃过亏呀。虽然配置很高，但实际用起来还有些可以改进的地方。智驾功能分散在了各个不同的菜单，需要时间熟悉。可能是功能太多了。这辆才3个月的车，主驾座椅已经有点变形，可能是Nappa真皮太软了。车窗控制按钮的逻辑也和别家不大一样，它所有的操作都是往下按。一般来说，前面按下去是降窗，但它是升窗，我觉得比那种前后拨的还更难适应。但至少比那种一键控制所有窗的好适应。
那倒也是。静态体验到这里，我们可以给出结论：P7家的空间和配置在同价位数一数二，很有诚意。但我们更关心的是，它开起来有没有诚意。这辆长续航版搭载245马力单电机，0百6.9秒，实测6.67秒，绝对性能不强，动力响应也比较居家，类似于传统油车。但如果真想放纵一把，运动模式深踩电门的感觉也不差。毕竟家用取向嘛，动力平顺更重要。你这不废话吗？电动车那肯定平顺呀。哎，这也不一定。很多电车在能量回收和输出之间过渡很不自然，会有顿挫。比如老款 S7的单电机，还有以前吉利家的400伏平台车型。所以你那个闭嘴。P7家在动力输出和能量回收之间的过渡不仅很顺滑，还可以全关能量回收，让滑行更加丝滑，乘客更加舒适，甚至还能让电门响应更快。你看啊，我一脚地板地了下去，如果是氮能量回收的话呢，它还有一个从回收过渡到输出的过程，响应会慢那么一点。P7家的底盘是明显的舒适取向，平路巡航颇有高级感，配合较厚的轮胎，把路面的细碎颗粒和破损坑洼吸收消化，减速带过得从容舒坦。总的来说，就是很好的路和很烂的路，它表现都挺不错的，很舒服。但那种不好不坏的路就一般般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比如上海的外环高速啊，看着挺平，其实不太平。那这辆车呢，就会跟着一直上下的跳，尤其是后排，路感有点过于丰富了。正常，家族传承已经比G6好多了。然后再比如这个飞坡啊，慢慢过的话还不错，但快点过的话就不太行。正常，毕竟舒适取向。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这底盘挺软的，有时候又会觉得有点硬。可能是他把某些工况优化得很好，就显得另外一些工况格格不入。就不能全部优化好吗？那得加钱，钱到位了，别说飞坡，飞坑都行，直接起飞都行。相比于动力和底盘，P7家的刹车和转向就有点一言难尽了。高速刹车还挺正常，然后一旦遇到红绿灯或者堵车需要刹停，它的刹车就会展现出一种粘滞感，保持刹车力度和行程不变，减速度会随着减速而越来越大，以至于驾驶员必须更早抬起刹车控制减速度。但抬刹车的时候它响应很慢，刹车皮就像粘在刹车盘上一样，但它踩的时候响应快呀，那又有点太快了。有时候我多踩那么一点点，它就猛地给我来那么一下。总的来说就是刹车不跟脚，我这一天几乎就没有完美刹停过。那再加上它悬挂是平软的，这刹车一突兀啊，点头就很明显。那你可以开舒适刹停啊，但别的车不开我也可以自己舒适刹停啊，怎么就它不行呢？那很多性能车也不行啊，但它性能也不行啊。这辆配备18英寸加通轮胎的 P7家实测100公里刹停距离39米，和官方使用高配轮胎测得的成绩差距较大。这6000块该花还是得花。再来说说转向，中低速还算正常，但跑高速同样有一种粘滞感，特别是中间区域模糊不清。你说的是虚位吗？虚位是中间位置动起来车不动，但是动一点车就跟着动，这不挺好吗？说明它转向灵敏呢。但问题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能让它不动啊。跑左边去。又跑右边去，可以。这样的特性导致 P7家在跑高速时不容易保持直线，需要驾驶员持续微调方向，加重了长途驾驶的负担。雪上加霜的是，我们这辆 P7家的方向盘已经歪了。它在一个往左的弯道里，方向盘是正的。好正啊！但车在左转。这会不会是这辆车的个例呀？歪肯定是个例，但这种中间位置黏黏糊糊跑高速不如意归中的转向，其实某些更贵的电车也这样。你说，我肯定不录音。最后来打个分吧。考虑到 P7家的这个价位、这个定位，动力虽然不强，但平顺性可以打个95分。底盘的话，前排能有个80分，但后排大概就剩个75分。那至于转向跟刹车呢，可能就是个60-70分的水平。当然了，我们这些人对驾驶比较挑剔，对于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，区别可能不会这么明显。如果你对驾驶没什么兴趣，P7家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帮你开。
小鹏在 P7 加上首次搭载了纯视觉高阶智驾方案 ，NGP 在高快和城区都能用，大部分情况下表现还不错，还可以记录常用的线路，进一步优化体验。但是高阶智驾时，有时会在车道内左右波动，居中性和当前智驾第一梯队有一些差距，但没有到画龙的程度啊，绝对没有。有些看似简单的路会翻车。当然，以上评价仅限我们这辆车当前这个软件版本，相信将来肯定会进一步优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拍摄中我们使用了 Moon Max 刚发布的车内支撑杆，安装便捷，用料扎实，稳定可靠，为车内拍摄提供更多样、更直观的视角。不论是智驾体验还是赛道记录，都非常实用。除了智驾，电耗也是小鹏的传统优势。LTC 工况下，这辆 P7 加100公里电耗在14度左右。WLTP 续航打8.8折 ，CLTC 续航打7折。路况非常通畅的情况下，电耗可以低至12。根据测算，表显电耗和实际电耗基本一致。至于充电，我们分别使用了小鹏自家的 S4、S5 超充以及华为超充，最高功率都在180千瓦以上，达到了官方标称的3C 倍率。至于常常为了成本而妥协的隔音 ，P7 加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，60巡航53.8分贝，80巡航57.3分贝。超越了许多20-30万的纯电轿车，甚至比自家的 X9 还好一些，和理想 L7 打得有来有回。当然了，这是使用18英寸轮胎的成绩，20英寸那个轮胎呢可能会有点不一样。总的来说 ，P7 加在18、9万这个价位，空间很大，配置很高，智驾标配，舒适性、隔音、电耗、快充也都不错，只是驾驶感受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突出。从销量来看 ，P7 加这次的产品定义还是很成功的，找准了市场的需求。毕竟能把实用性跟智能化融合得很好的电动轿车，现在还真不多。Welcome back！ 谢谢，恭喜！我就知道你会回来。好。有个消息跟大家同步一下，比亚迪汉 L 快要上市了，动力更强，内饰更豪华，很有可能全系搭载天神之眼智驾。哎呦！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不要忘了点赞、投币，顺便来点个关注，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。小鹏这些年的经历可谓是跌宕起伏 ，G6、G9、X9都是挺好的车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销量没有特别突出。直到去年 Mona M03 和 P7 加相继上市，才一举扭转了局面，让小鹏一下子好起来了。表面上看，这俩车都是走的性价比路线，但现在20万以内的国产新能源哪个没有性价比呢？所以还是得看产品力能不能打动人，定位准不准。这辆车我们都试过了，确实在某些方面非常突出，有现在的销量也是情理之中。小鹏这个月还给另外几款车推出了5年和3年免息政策，应该可以进一步刺激销量。那么接下来按照惯例，看看大家又提了什么奇怪的问题。和比亚迪汉怎么选？20万左右买一辆新能源轿车，避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买汉？汉确实非常均衡，这些年的价格呢也越来越实惠，还有纯电跟混动可以选，算上兄弟车型海豹07的话，总体销量非常可观。但新款的汉 L 就要上市了，据说变化非常大，所以如果不着急的话，可以看看汉 L 再决定。同价位还有什么竞品？除了比亚迪以外，一个是领克 Z10，它的价格、尺寸、续航、动力都跟 P7 加非常接近，但是呢后排没它舒服，低配没有智驾，配置也比它低。要说驾驶感受吧 ，Z10 4驱版确实不错，但后驱版没有拉开什么差距。那至于银河 E8呢，其实也是差不多的道理，它更便宜，但后排比较劝退。这俩车你别看它卖的不怎么样，但款式还挺多，这方面确实可以学学小米和小鹏啊，经典一下 SKU， 集中力量办大事。其实还有一款我们不常提到的车型啊，宝马 i3。虽然它配置低、续航短，但是坐起来、开起来还真没什么毛病。现在不到20万的话，也不是不能考虑。对比自家 P7 的优缺点 ，P7 放4、5年前还挺能打的，那时候纯电轿车也没几个 ，Model 3、P7、汉没了。但现在它的竞品就太多了，又没有哪方面特别突出，它的生态位被小米、极氪、智己、智界完全覆盖，很难找到一个买它的理由。所以现在 P7 需要的是一次彻底的换代，可能就在今年。纯视觉智驾靠谱吗？纯视觉这条路线肯定是有它可取之处的，不然现在也不会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加入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成本，想要在平价车型上推广智驾，那去掉激光雷达肯定更实惠。
至于能做到什么水平，就看各家车企的技术实力了。纯视觉的性能上限可能没有激光雷达那么高，但目前呢也可以满足大部分的需求。其实除了纯视觉方案和激光雷达融合方案，这些年智驾的技术路线也经历了几次变化。从一开始依赖高精地图的智驾，到后来无图智驾，再到现在的端到端大模型。从宏观上来看，发展的趋势是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，场景越来越多。但从微观上，我们发现，伴随着每一次技术路线的切换，最开始某些体验可能反而是有所下降的，然后再慢慢优化。所以我们很少去评价智驾，一方面是不爱用，一方面是车企以月为单位在更新迭代。这期视频里是这样，下个月 EOTA 可能就不一样了。当然，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跟踪行业和技术的发展。那对于用户来说，还是那句话，了解自己车子能力的边界，为自己负责。说到负责呀，最近包括小鹏在内的很多车企在跟保险公司协商，计划推出针对智驾的保险，不知道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。后排放倒后方便铺床垫睡觉吗？方便，我1.8米躺里面完全没有问题。现在小鹏官方商城还没有配套的床垫，但其他电商平台已经有了。底盘调教比较接近哪种类型的合资车？部分路况表现好的时候就像天籁一样，但表现不好的时候又有点多动症，尤其是后排。我们试过的合资车里还真没这样的。其实有。哪个？3家合资的某款电动车。跟小米标准版对比有什么优缺点？不是一个风格的车。简单来说，驾驶感受苏7全面领先，配置空间实用性 P7 加全面领先，电耗续航差别不大。P7 加相比更便宜的莫纳03，哪个更好开？说实话 ，M03 更好开，至少它的转向刹车都很正常。便宜的车比贵的好开，这正常吗？正常啊，海豚还比。转弯半径如何？转向有没有比老 P7 好一点？转弯半径没有找到官方参数，我们开起来感觉对于3米轴距来说属于正常水平。至于和老 P7 相比 ，P7 加的转向手感并没有更好，至少老 P7 没有给我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。我们也不是针对 P7 加，其实这种风格的转向在新势力电车里面还算挺常见的，跟价格没什么太大关系。有些10来万的转向就很正常，有些40、50万的反而很模糊，甚至一些标榜运动的车型跟宝马、特斯拉这些标杆比起来也有差距。转向手感这种东西啊，可能比底盘更难感知。那一般用户可能就关心它是轻是重、圈数是多是少，那乘客更是根本不关心。但对我们这种喜欢开车的人来说，转向手感是人车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，就会比较吹毛求疵。如今咱们的3电和底盘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，接下来如果想进一步提升驾驶体验，尤其是操控取向的车，可以考虑从转向入手。哪怕将来相控转向大行其道，手感全靠电机模拟，咱也得知道什么样的手感是好手感。离地间隙有多少？挺高的，比同级大部分电车都高，和 ID.7 差不多。没有车钥匙方便吗？P7 加没有遥控钥匙，只有一张 NFC 卡片和手机数字钥匙。只要登录账号绑定车辆，然后按照它的建议设置手机，就能当成普通车钥匙来用，挺方便的。哪怕你清空后台重启手机都不影响。不像我的008经常罚站，我的极客叉也是，就是自动解闭锁的功能有时候不太灵。音响怎么样？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哇